我和老公整天忙工作，实在没空带女儿。本想让我爸妈帮忙，再请个保姆，婆婆却拍胸脯说，保姆哪有亲奶奶靠谱，孩子交给我。想想也对，我就把请保姆的2万块给了她。谁知女儿在奶奶家竟成了小姑子的出气筒。看到女儿脸上红肿的巴掌印，婆婆打哈哈，小孩闹着玩，别当真。我抬手就给了婆婆1巴掌，她后退几步，差点摔倒。好玩吗？晚上10点半，洗完澡后，我懒散地倚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滑动着手机屏幕。原本想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寻找适合女大学生的生日礼品推荐，却被一条突如其来的帖子吸引了目光。那条帖子的配图是一个双手掩面哭泣的小女孩，眉眼间与我4岁的女儿圆圆竟然有8、9分相似。帖子标题触目惊心，侄女老是弄坏我的东西，忍无可忍后打了她1巴掌，总算出了口气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发布者的用户名赫然是我小姑子的账号。正准备点进去细看，页面却提示该内容已被删除。一股不安的情绪迅速涌上心头，我赶紧用新账号搜索小姑子的 ID， 发现她的主页仍保留着那条未被删除的完整帖子，发布时间是晚上9点37分。放大图片仔细端详，尽管女孩的手遮住了半张脸，但她身上那件熟悉的连衣裙和手腕上的银镯子，无疑是我女儿圆圆的。帖子正文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，求助：我哥的女儿总趁我不在时偷偷溜进房间乱翻，已经损坏了我好几件物品，今天实在控制不住，动手打了她。评论区已经积累了数百条留言，我强忍怒火一条条翻看。有网友提议，这种事应该跟你哥嫂好好谈谈。楼主回复，他们常年在外地工作，根本靠不住。另一条评论问，孩子多大？可以严肃警告他一下。得到的回应是，还不到5岁，讲了无数次他都不听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有人建议直接动手最管用，楼主竟然回应，已经打了，扇了1巴掌，特别解气。也有理性的声音质疑，为什么不锁好房门？却被反驳，我的房间为什么要上锁？一些网友严厉批评，4岁的小孩懂什么？你哥每个月还给你生活费，你就这样对他的女儿？楼主却辩解，那是2回事。还有人注意到，孩子脸都肿了，再生气也不能下狠手。楼主的回复是，要不是他惹我，我会动手。他前前后后弄坏了我200、300块的东西。看完这些对话，我的双手止不住的发抖。点进小姑子的主页才发现，她名叫青云，平时经常发帖，只是之前都对我屏蔽了，今天可能是忘了设置，才让我无意中看到。他最新的一条动态发布于3分钟前，别吵了，我哥已经赔偿我了。附图是一张3000元的转账截图。继续翻看他的历史帖子，大多是炫耀名牌商品、展示身材或抱怨学业压力，但最常见的内容是各种转账记录，配文一律是哥哥的宠爱。每笔转账金额都不低于500元，最新这笔3000元是金额最高的一次。此时我已无心再看，颤抖着订下了最早一班回国的机票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电子锁的响声，丈夫刘浩然推门进来，放下公文包后习惯性的想拥抱我。我侧身躲开，伸出手把手机给我。他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把手机递了过来。我立刻查看微信，发现小姑子的朋友圈果然对我隐藏了。那些未对丈夫屏蔽的动态里，全是对我女儿的恶毒言语，真倒霉。
这孩子把排泄物弄到我衣服上了，气得我直接扇了他一巴掌。还有，侄女又擅自闯进我房间，真是烦透了。另一条写道，刚买的饮料就被偷喝了，这么小就没教养。甚至有孩子发烧整夜哭闹，吵得我真想揍他。你怎么突然要看我手机？刘浩然凑过来问。我没回答，继续查看聊天记录，发现几乎全是转账记录，除了每月固定的1000元，每次小姑子发布抱怨圆圆的动态后，很快就会收到丈夫的转账。一菲，你听我说。刘浩然的神情开始慌乱，我冷笑一声，把手机丢还给他，同时打开那条打孩子的帖子。说什么背着我转账的事先不说，逢年过节我什么时候少过他红包？他就这样对待我女儿。当初我说把圆圆送到我父母那儿请保姆照顾，是你妈主动说带孩子能省下保姆费，你妹妹也保证会辅导孩子学习，结果保姆费你们家照拿不误，你妹妹非但没尽责，还在背后虐待圆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怒火中烧，我抓起靠垫砸向刘浩然。他屏蔽了我，却没屏蔽你。你明明知道他长期欺负圆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故意装不知道吗？泪水夺眶而出，刘浩然自知理亏，只能连声道歉，试图抱住我，低声说：我以为晴云只是孩子气，给他点零花钱就没事了，没想到他真的会伤害圆圆。明天就让我爸妈把孩子接走，再请2个保姆。我已经订了明天凌晨4点的机票，你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我打断他，可是和林总的项目还有2周才能完成，明天还约了高总。刘浩然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我在外面拼命工作，不是为了赚来的钱给欺负我女儿的人挥霍。他沉默了许久，最终轻声说：好。我走进卧室收拾行李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和刘浩然从零开始创业，奋斗3年，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，却遭遇全国疫情，生意受挫，还背上了债务。那段时间，我们迎来了女儿圆圆的出生。圆圆刚1岁多，我们再次投身创业，做起了外贸生意，整天全国各地奔波。圆圆跟着我们吃了不少苦。去年，我们商量后决定让3岁多的圆圆上幼儿园。原本打算把圆圆送到我父母家，但婆婆主动提出帮忙带孩子，我便把原本准备请保姆的费用给了她。小姑子也借机得了不少好处，经常向我要礼物。可谁能想到，我的女儿竟遭受了这样的对待。到达时已是凌晨1点，刘浩然提议先去酒店休息一晚，等天亮再回家。我现在满腔怒火，你最好别跟我对着干。我冷冷丢下这句话，抢先上了出租车。刘浩然无奈，只得跟上来。半小时后，我站在家门口，发现指纹锁坏了，便不停地按门铃。谁呀？大半夜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门内传来脚步声。妈，是我们。刘浩然稍稍提高了声音。门很快开了，婆婆揉着眼睛，语气不满的抱怨：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这么晚了。我推开她，直接进门，径直走向刘晴云的卧室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无缘无故推人，像吃了火药似的，大半夜吵醒我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倒给我脸色看了。婆婆跟在我身后唠叨：你来晴云房间做什么？她又不在家，她去哪儿了？我猛地关上门，转身盯着婆婆。她没理我，转身走向客厅，对刘浩然说：看看你媳妇对我说话那态度，跟仇人似的，哪家儿媳妇像她这样？刘浩然无奈道：妈，你少说几句吧。我没工夫理会婆婆的冷嘲热讽，急忙跑去看女儿。
带围栏的小床上，圆圆睡得正熟，小嘴微微张开，偶尔咂巴2下。她白嫩的小脸上5个红肿的指印清晰可见，触目惊心。我颤抖着伸手轻触她的脸，满心愧疚。妈妈，对不起你。刘昊然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看着圆圆，低声叹了口气。我擦掉眼泪，帮圆圆掖好被角。从房间出来，婆婆的眼神明显躲闪，语气也软了下来。一菲，带孩子不容易，你也知道，我一不留神，她就撞到桌角了。她那是自己撞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我现在不想跟你争，你立刻打电话把刘晴云叫回来。这跟晴云有什么关系？婆婆顿时不高兴了。我直接调出截图甩到她面前。刘晴云干的好事，你会不知道。我女儿才多大，她想打就打，这回让我发现了，那没发现的时候，她又怎么欺负圆圆的？你是她嫂子，有必要这么说晴云吗？她还是个孩子，能有什么坏心？婆婆又把矛头转向刘昊然，还有你妹妹被这样冤枉，你当哥哥的怎么不吭声？妈，你知道护着你女儿，一菲做错了什么？我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？刘昊然皱眉反驳，你别跟我扯这些，赶紧把刘晴云叫回来，不然我不介意把事情闹大。我冷冷盯着婆婆，现在就给她打电话。婆婆黑着脸坐到沙发上，装作没听见。我气得冷笑，转向刘昊然，他不打，你打，就说我们在家等他。婆婆想拦住刘昊然，被我一把推开。电话很快接通，对面噪音很大，音乐声震耳欲聋。喂，哥，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？刘昊然看了我一眼，语气严厉，你还知道这时候？大半夜不回家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陪朋友过生日，怎么了？我和你嫂子刚到家，都在等你回来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刘晴云还没回来，我渐渐失去耐心。余光瞥见婆婆一直在手机上打字，我眯起眼睛，走过去一把夺过她的手机。你干什么？婆婆愣了几秒，反应过来后跳起来要抢手机，她没抢到，抬手朝我身上拍了几下。刘昊然赶紧过来拦住，我反手一巴掌扇在婆婆脸上，婆婆被打懵了，扑进儿子怀里，哭喊我不孝。我这才看清婆婆的手机屏幕，果然她在给刘晴云通风报信。一股怒火猛地窜上来，我狠狠将手机摔在地上，可能用力过猛，手机啪的一声4分5裂。婆婆被这声响吓得一哆嗦，反应过来后扑通跪在地上。我命怎么这么苦，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，还要帮你们带孙女，我尽心尽力，不敢出一点差错，到头来连句好话都听不到。我没心思跟他纠缠，直接走进刘晴云的房间。进去后，我翻箱倒柜，把她的名牌包包和鞋子堆在一起，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全剪坏了。接着我将她那些高档化妆品一股脑砸碎，尤其是她在某平台炫耀的几瓶1000元爽肤水，我直接倒进了马桶。最后我的目光停在她电脑桌上那台笔记本电脑上，那是刘晴云高中毕业时吵着要我送的，选了顶配，价值好几万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哐的一声砸毁了它。砸东西的动静引来婆婆，我无视她的尖叫和责骂，拍下视频发给了刘晴云。15分钟后，刘晴云满身酒气，怒气冲冲的一脚踹开门。她一看到我，二话不说就扑上来想动手。我正憋着一肚子火，猛地抓住她的头发，啪啪啪连甩了她几个巴掌。婆婆想冲过来阻拦，被刘昊然挡在身后。刘晴云挨了打后像疯了一样，对我破口大骂：江一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
竟敢打我！今天我非弄死你不可！他拼命挣扎，但头发被我拽得死死的，根本动不了。你这么嚣张，怎么还在朋友圈屏蔽我？怕我当面扇你吗？3天2头找你哥要钱，逢年过节向我要礼物。原来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养出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圆圆才几岁你就下手，你怎么不敢当我面打他？你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倒是耍得挺顺溜。刘晴云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学会做人。可能是被我的气势震慑住，刘晴云没再敢骂脏话。我松开她的头发，转身抱起圆圆，回到了房间。直到这一刻，我心里的怒火才稍稍平息了一些。刘浩然反锁房门，坐在床边，将我和女儿搂进怀里。对不起，都怪我一直犹豫不决，做事拖拉，才让圆圆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我给晴云钱，只是想着她有空能多陪陪圆圆。我一直以为我妈喜欢女孩子，才放心把圆圆交给她，没想到会这样。我感到肩膀上一片湿润，眼角动了动，腾出一只手轻拍她的头。我没怪你，今天你没偏帮你妈和你妹妹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圆圆也不会怪你，她能感觉到爸爸很爱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刘浩然低声说：一菲，我们再买套房子吧，我想开个小公司，以后我们一直陪着圆圆。好，我应道。刘浩然说出这些话，着实让我有些意外。我们相识14年，结婚8年，除了我生圆圆难产那次，我从没见他流过泪。大一开学时，刘浩然出众的外貌一下就吸引了我。为了追他，我费了不少心思，好在最后如愿以偿。但婚后我发现，他似乎特别听他妈妈的话，无论对错，几乎从不反驳。因为这件事，我没少跟他吵架，有段时间甚至差点离婚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刘浩然10岁就失去了父亲，为了生活，他早早学会了懂事。每天放学后，他帮妈妈在街边摆摊卖小吃，空闲时还去捡瓶子换钱，有时甚至要承受妈妈的责骂。没过几年，他妈妈再婚，生下刘晴云，刘浩然也被迫随继父姓。继父越来越嫌弃他，从抱怨他吃饭多，到责骂他夜里上厕所开灯。刘浩然高中开始住校，放学后去学校附近的奶茶店打工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。大2那年，继父因病去世，家里为治病花光了积蓄。这时，他妈妈才开始关心他这个儿子。直到大学毕业，我们结婚，创业起步，他妈妈的态度变得更好。我一度以为他真心疼爱刘浩然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只要刘浩然稍不顺他的意，就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。他常说：你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把你养大，你就这样回报我。长期被这样精神压迫，刘浩然的心里早已不堪重负，他一直在痛苦中挣扎。直到我生下圆圆后，情况才有所改变。婆婆明知我对豆制品过敏，还将黄豆磨成粉炖了蹄花给我吃。刘浩然为此跟他大吵一架，他当时哭着握住我的手，说以后绝不会让我再受委屈。我看到了他的改变，所以我不怪他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对深爱的人无需过于苛求，只要我能看到他在为我努力改变，那就足够了。刘晴云把自己关在房间好几天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哥哥感到愧疚。婆婆也像变了个人，不再与人交谈。他们似乎觉得这样我们就会妥协，但他们彻底算错了。刘浩然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，把业务迁回国内不是小事，新公司选址也需要不少精力。而我给圆圆请了假，带她在游乐场玩了2天。
自从我们搬进新家后，婆婆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估计是中介去看房子了。她听说我要卖掉城北那套房子，没想到我一直不接电话，她竟然直接找到了圆圆的幼儿园。那天早上，我刚送圆圆进幼儿园，婆婆就上前拉住我的手，问：一菲，听说你要卖城北的房子？我抽回手，平静地说：是的，我刚回来忙，忘了跟你说。妈，现在圆圆也不用你带了，你可以安心回老家养老。那房子估计很快会卖掉，怕你到时候没地方住。房子卖了，你们住哪儿？他有些急了。再说晴云还在上学，没地方住怎么办？妈，刘晴云今年19了，学校有宿舍。再说我们以前也没少给他零花钱，如果他不想住宿舍，完全可以自己租房子。婆婆沉默了，低声说：你们工作忙，哪有时间照顾孩子？让我跟你们住吧，还能帮着带圆圆。上次的事是个意外，自家人总归更用心。她说的头头是道，我懒得争辩，趁她不注意，快步上车离开。或许是自知理亏，那之后婆婆没再联系我。几天后发消息说她已回老家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刘浩然的公司在2个月后正式开张。虽然收入不如以前做外贸时高，但能多陪女儿成长，足矣。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生活平淡却温馨。晚上哄圆圆睡下后，我走进书房，推开门，刘浩然正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看到我后露出笑容：怎么还不睡？来陪陪你。我在他身旁坐下，还在看高总那个项目。这时手机铃声响起，刘浩然接起电话，脸色很快变了。挂断后，他突然紧紧抱住我。怎么了？我问。妈走了。原来婆婆回老家后，发现几块荒废多年的地被邻居种了菜，她一气之下把菜全拔了。当天下午，村里几个大妈得知菜被拔，跑到婆婆家院外骂了一下午。婆婆骂不过，关上门躲起来，没想到气急攻心，心脏病发作，送到医院时已没了气息。我心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轻拍刘浩然的背。我知道他一直偏心妹妹，对我冷淡多年，但听到他去世，我还是很难过。我不擅长安慰，默默让他抱着。1周后，婆婆的葬礼办完，刘晴云把她母亲的死全归咎于我。要不是你赶走我妈，她会出事，她会死吗？刘晴云恶狠狠瞪着我。江一飞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我妈讨回公道。啪！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刘晴云不可置信的抬头看向一向宠她的哥哥。你打我？刘浩然眼神冰冷，对长辈放尊重点。一丘之貉，你们都不是好人。他猛地拉开车门跑了。刘浩然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工作，前几天在招聘网站看到大招大学老师，突发奇想去应聘。收到录用通知后，我特别开心，谁小时候没个教师梦呢？没想到我带的几个班里竟然有刘晴云的班级。虽然有些别扭，但我秉持为人师表的原则，认真上课。本以为他会找麻烦，倒是多虑了。刘晴云和我形同陌路，除了1周2节课，毫无交集。这晚回家哄睡圆圆后，刘浩然欲言又止地看着我。怎么了？有话想说？他点点头，斟酌道：晴云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知道错了。我想着妈走了，她还在上学，寒假快到了，要不让她来家里住，你决定就好，我没意见。他似乎惊讶于我的爽快，疑惑道：你为啥不怪他了？这不是一回事。我摇摇头，他打圆圆，我已经讨回来了，
虽然心里还有疙瘩，但你毕竟是他亲哥，婆婆走了，照顾他一点也应该。好，那我明天去接他。第二天傍晚，我接圆圆放学回家，看到刘晴云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姑姑，圆圆清脆地喊了一声。刘晴云没搭理她，看到我后站起身，嫂子，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抱歉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淡淡点头，先吃饭吧。饭桌上，刘晴云大口吃着菜。嫂子，你上次弄坏的那些东西，什么时候赔给我呀？我动作一顿，什么？就是你毁掉的我的那些东西啊！现在我们和好了，你该赔了吧？他说的理直气壮。我皱起眉头，晴云，上次的事你心里清楚原因，别再提了，只会让自己难堪。刘浩然语气平静的开口，哥，你现在都开公司了，干嘛这么小气？刘晴云小声嘀咕。没人理他，我默默给圆圆加了一块红烧肉。寒假很快到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我特意带圆圆回父母家住了几天。吃完午饭回家时，路过商场，我想给刘浩然买件羽绒服，正听店员介绍款式，伸手想牵圆圆，却发现他早已不在身边，心猛地一紧。圆圆，圆圆，你在衣服后面吗？别跟妈妈捉迷藏了。我找遍整个店铺，依然没看到圆圆。店员调出监控，发现我选衣服时，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用艾莎公主玩具把圆圆引了出去。女士，您别急，可能是巧合。我这就联系经理调商场监控。我已听不进安慰，满心自责，责怪自己怎么能在公共场合松开圆圆的手。在监控室，我死死盯着屏幕，画面清楚显示，圆圆跟着那女孩走向公共卫生间。暂停，就是这儿。我凑近仔细看，请江一菲女士听到广播后速到1楼服务台，您的孩子在等您。请江一菲女士听到广播后速到1楼服务台，您的孩子在等您。广播声响起，我愣了一下，赶紧跑向1楼，看到圆圆被工作人员牵着等我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圆圆，你没事太好了。我紧紧抱住她，后怕不已。打扰一下。工作人员上前，您是圆圆小朋友的妈妈吧？我点头致谢。刚才商场保洁阿姨打扫卫生间时，听到有小孩哭声，找过去才发现他被锁在放清洁工具的杂物间。我心头一紧，抱圆圆的手不自觉收紧。妈妈，是那个姐姐把我关在那里的。圆圆瘪着嘴对我说。我立刻返回监控室，发现那女孩像是受人指使，从进商场就拿着艾莎玩具直奔圆圆，引她到卫生间锁起来后迅速离开。我毫不犹豫报了警。做完笔录，天色已暗，我感到一阵疲惫，回想今天的事，若圆圆真丢了，我无法想象自己会有多自责。想到这儿，我给刘浩然打电话，想把事情告诉他，可能工作太忙，他没接。到家时，圆圆已在车上睡着，我从儿童座椅抱下他，上楼回家。快过年了，我给家里的阿姨放了假，家里没开灯，刘浩然应该还没回来。把圆圆送回房间睡下，我轻手轻脚关门，路过刘晴云房间，听到她在打电话。本没打算偷听，却听到刘晴云说，我终于报复回去了。你没看到他今天急的那样子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脚步猛地停住，他还在房间里滔滔不绝。这算什么过分？他之前毁了我所有东西，还打了我，害死我妈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，吓唬他一下怎么了？我住的又不是他家，是我哥家，他整天对我冷着脸，好像谁欠他似的，也就在我哥面前装，我怕什么？我又没真把他女儿怎么样，
不过是找个小孩把他锁厕所里，不到半小时就让人找到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嫂子估计快回来了。我猛地推门而入，刘青云骤然回头，看到我时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嫂子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圆圆呢？我打开刚录下的音频，在他面前播放，看着他瞬间变白的脸色，我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所以是你指使那个女孩故意引走圆圆的，对吧？你知道圆圆最喜欢艾莎公主，就用这个把她骗走锁起来。刘青云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双手紧握成拳，恨不得把他按在地上揍。我恶毒？你录个音又能证明啥？你这么说，那我还说你害死了我妈呢。刘青云捂着脸，恶狠狠瞪着我。江一飞，我叫你嫂子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真把自己当回事，再敢随便打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不管录音有没有用，都会作为证据交给警方。你马上给我滚出我家！我冷冷盯着他，否则我不介意再多给你几巴掌。这是我哥的家，凭什么我走？我哥都没说话，你算什么？你觉得你哥知道你干了这种事，还会让你留下？我冷笑，既然你不死心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回来，亲自赶你走。我当着刘青云的面再次拨通刘浩然电话，扩音器里传来他匆忙的声音：一飞，我正往家赶。话音未落，刘青云突然抓起桌上的花瓶朝我砸来，我侧身躲过，瓷片擦着脸颊划出一道血痕。都别装好人了！刘青云歇斯底里的尖叫，你们就是想赶我走？我妈死了，你们都觉得我是累赘？他突然冲向阳台，半个身子探出护栏，今天要么让我哥赶你走，要么我就跳下去。门锁转动的瞬间，刘浩然冲进来将妹妹拽回。他看着我脸上的血痕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报警，必须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刘青云不可置信地看着亲哥哥，踉跄着跌坐在地。警察到来时，我将完整的监控录像和录音备份交给了王警官。画面里，教唆小女孩的刘青云戴着鸭舌帽，却在商场转角处对着镜头露出挑衅的笑。王警官神色严肃，这已经涉嫌拐骗儿童，性质非常恶劣。当晚，刘青云被带走后，刘浩然小心翼翼地给我处理伤口。对不起，是我一次次心太软，才让他变本加厉。他从书房取出一份文件，我联系了律师，把名下所有财产转到你和圆圆的名下，公司也会重新做股权分配。1周后开庭。刘青云在法庭上还试图狡辩，直到我拿出他手机里与不良少年的聊天记录。原来他长期参与校园贷，为了填补窟窿，才不断向刘浩然要钱。当法官宣判他因涉嫌拐骗儿童、教唆未成年人犯罪，判处3年有期徒刑时，他终于崩溃大哭，而我只是牵着圆圆转身离开。生活逐渐回归正轨，我在 A 大的教学工作获得了学生们的高度认可，还牵头成立了儿童心理保护课题小组。刘浩然将公司搬到了离家更近的园区，每天准时回家陪女儿写作业。1年后的同学会上，我意外遇见了大学时期的初恋陈旭白。如今的他已是知名教育集团的创始人。得知我的经历后，他诚恳地递来合作邀请，以你的专业和经历，一定能让更多孩子免受伤害。在刘浩然的支持下，我创办了守护童年公益机构。开业当天，打扮精致的刘青云突然出现，身后跟着举着摄像机的记者。嫂子，我知道错了。他带着虚伪的哭腔，看在哥哥的份上，让我来机构工作赎罪吧。
我接过助理递来的律师函，刘晴云女士，你在狱中对其他犯人宣扬只要装可怜就能脱罪的言论，已经构成教唆犯罪。这是律师函，请配合调查。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，我牵着圆圆走向阳光，身后传来记者们的哗然。3年后，守护童年在全国开设了20家分部。颁奖典礼上，当我接过年度公益人物奖杯时，镜头扫过观众席，刘昊然抱着熟睡的圆圆，眼里满是骄傲。而曾经不可一世的刘晴云，正在监狱的劳动车间里缝制囚服。